如画之境，如天之工。思墨合影，气韵天成。顾绣也叫画绣，专以宋元名画为摹本，半绣半画，是文人画在刺绣艺术上的延伸。不论是山水、仕女还是花鸟，顾绣作品细腻逼真，用色古朴淡雅，高度还原了文人画的古典意蕴。顾绣呢，产生于明代，明代的松江府顾名氏家族的3位女眷，其中呢以韩熙墨为代表。顾绣呢就是画绣，是平绣、薄绣，主要是以松江文人画派为主的一个延续。作为松江人，沈丽丽钟情家乡的这门技艺，大学一毕业就申请学习顾绣，成了顾绣最年轻的大学生绣娘。我们顾绣绣的时候呢，都是靠自然光的，一般都是在靠窗口的位置。拿针的时候，上下针的时候，这个手指要变换一下。在换针的过程中呢，经常会扎到手，扎到出血，就很疼啊，钻心的疼。如今的沈丽丽已经能够独立完成顾绣的完整制作，用顾绣讲述元神中离月的一段往事，是她的全新尝试。我们顾绣的材料呢，通常选用塔夫绸。塔夫绸它的质地比较细腻，要绣的比较平薄，有一个仿古绢的一个效果。镀完稿以后呢，我们先要勾线描，在塔夫绸上勾一遍。毛笔呢，可以表现深浅，落笔和起笔就是不同的一个转换。勾的时候呢，这个墨色宜浅不宜深。要想接近绘画，颜色的处理必须足够细腻。在绣类常见正色之外，顾绣采用了或深浅或浓淡的中间色绣线来呈现画面的层次感。中间色绣线的种类多达1000余种，因此配线格外考验绣娘的美术基础。灯光的光源会有冷暖的一个色差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自然光线下配色，选定一个中间色，然后再配深浅的颜色。元神这幅作品呢，用线大致以黄、绿、赭、褐4种颜色为主，4个颜色里面又分了很多种，加起来可能有几十种颜色在里面。为了让绣出的图案细腻生动，通常的蚕丝线还不够细，要把一根直径不到半毫米的线分成若干股细丝，这叫做匹丝，是顾绣的基本功。匹好的丝轻盈到可以在空中漂浮，最粗的线是匹成1/16，最细的能达到256分之1。因为这幅作品呢，人物的块面比较小，所以说用线是比较细的，批线的过程中也是纯手工批的。我们是以1/16的绣线打底，上面是32分之1丝线铺的，最细的部分可能用了48分之1左右。匹好的丝线要配上顾绣特有的细针，才能达到绣绘合一的效果。绣的原则是从最下层到最上层逐层覆盖。先要把皮肤先绣完，然后再绣头发。基本针法用的是乱针墙，乱中要有序，要按物体的丝理分为横墙、竖墙、斜墙等。常用针法要用到铺针，特点是密，绣面上不能露底子，反面又不能有线。
湿针一般用了3层，颜色层层递进的话，我们也是要层层染色，由浅至深。我们要使这个晕染比较匀，比较过渡，比较自然。细小如毫的银针，轻若无物的丝线，在沈丽丽的手中翻飞起舞。常言道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顾绣却长于展现书画原本的意蕴。仙人的身姿在山水流云间影影绰绰，气韵生动，观者也不禁随着画中的身影驻足，回望过去。曾经，仙人歌尘浪士与闺中常到山中聚会，探讨雅乐、机关术与人间种种。直到闺中于战中仙逝，歌尘浪士再度看向这片山水，选择回到红尘中去。于是在玉京台上，多了一个喃喃自寻花期的年迈身影。顾绣技艺呢，是我一直在研习的，为了让顾绣尝试着画与绣的完美结合。这次跟原神合作呢，也是以一个画绣结合的一个形式，在风格上还是承袭了传统顾绣技艺的一个针法和神韵，给我后续的创作会带来很大的启发。女工绣心，文人画魂，一针一线，守护非遗。